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任嘉伦诚意虐剧大赏，谁是你心中的意男评 No.1？身为一个资深剧迷，我发现自己有个特别的癖好，明知道前方是刀山火海，结局注定让人哭到肝肠寸断，却偏偏对那些虐恋情深的剧集欲罢不能。每一次心间的颤抖，每一回红了的眼眶，都源于角色们用生命演绎的爱恨纠葛，精准狙击了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那一隅。今天就想和大家盘点几部在我心中封神的 B 美学大作。任嘉伦、程毅、白鹿、杨紫这些演技派，用他们全情投入的演绎，为我们贡献了一幕幕痛彻心扉却又美到极致的瞬间。备好纸巾，咱们一起重温那些让人哭到天亮的意难平吧。周生如故，此生不负天下，为父11。主演任嘉伦、白鹿。虐心指数，痛彻心扉之间那份发乎情，止乎礼，深爱却注定无缘的宿命，简直是虐恋天花板级别的存在。当他为家国大义背负污名，惨遭剔骨之刑，而时移一袭红衣跃下城楼，泣血喊出那句周生辰，我来嫁你了，直接让屏幕前的我哭到失声。这部剧将东方古典的含蓄美与极致的悲剧内核揉捏得恰到好处，完美诠释了何为家国大义之下，儿女情长皆成飞灰。大唐荣耀江山与你，终难两全。主演任嘉伦、景甜。虐心指数，扼腕叹息级。说到任嘉伦，他简直是虐剧领域的常客。在大唐荣耀中，他饰演的广平王李处与沈珍珠、景甜是在安史之乱的背景下相濡以沫，却也渐行渐远。乱世沉浮，家国责任重于泰山，使得这份深情最终只能化为镜花水月。李处登上帝位，拥万里江山，却失去了一生挚爱，那份帝王的孤独与无奈，透过屏幕都能感受到深深的悲凉。对许多人而言，这或许是他们的 B 启蒙之作。天机之白蛇传说千年等待，换不来一世相守。主演任嘉伦、杨紫。虐心指数，肝肠寸断级。任嘉伦与杨紫合作的这部剧，同样是虐心剧中的战斗机。紫萱为救白夭夭而魂飞魄散，转世许仙后，依旧逃不过人妖殊途的宿命纠缠。每一世的深情都刻骨铭心，每一世的结局都令人唏嘘。这种千年轮回、生生世世爱而不得的设定，将传统神话的悲剧色彩渲染到了极致。与君初相识，恰似故人归，爱是枷锁，亦是救赎。主演迪丽热巴、任嘉伦。虐心指数，心如刀割级。任嘉伦的第4部上榜作品，搭档迪丽热巴。纪云和为护常意周全，不惜让他误解自己，而常意在爱恨交织中将他困于身边。这种为你好所以伤害你的极致拉扯，看得人揪心不已。当云和油尽灯枯，用最后力气说出我这一生最不悔的就是遇见你，而常意抱着他痛哭失声的场景，杀伤力巨大。流离时事情节，只为一颗琉璃心。主演程毅、袁冰妍。虐心指数，撕心裂肺级。而程毅在仙侠虐恋领域的杀伤力也不遑多让。琉璃中的雨丝凤，用整整10生10世的深情与牺牲，去温暖一颗天生没有心的楚玄机。每一世都为他而死，却始终无怨无悔。当玄机终于明白何为爱，丝凤那句带着血沫的我赌你会不会把我记在心里，简直是催泪核弹。沉香如屑，沉香重华，望穿800里，忘不掉一个你。主演杨紫、程毅。虐心指数，痛不欲生级。杨紫与程毅再度携手，继续虐缘。颜淡为救应冤剜心，却换来他一句仙魔有别，并被亲手推下吴桥。他在忘川徘徊800年，
知音应冤二字早已刻入魂魄。重逢后，两人在苍生大义与个人情感间反复横跳，最终应冤牺牲自己守护三界，严旦独守回忆，这份爱太沉重。东宫爱你，是我此生最大的劫难。主演陈星旭、彭小苒。虐心指数万箭穿心级。东宫是许多人心中的虐恋巅峰。李成银对小峰的爱，从一开始就裹挟着利用与阴谋。他踏着他族人的鲜血登上权力之巅，而小峰在绝望中跳下忘川，试图忘记一切，却依然逃不开命运的捉弄。最终，小峰一袭红衣自刎于两国阵前，用最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这场孽缘。那句谈恋爱吗？灭你全族的那种虽是调侃，却也道尽了此句的虐心程度。长月烬明魔神的爱，是绝望中的微光。主演罗云熙、白鹿。虐心指数意难平 MAX 级。但台烬，一个天生魔胎，受尽世人唾弃的角色，唯有黎苏苏的出现，给他带来了片刻温暖。他爱的偏执而卑微，一面是毁天灭地的魔神，一面又是渴望被爱的凡人。最终他以身殉道，逆转宿命。那句我这一生好辛苦，可遇见你，我不后悔，是他在黑暗中对爱与光明最后的希冀。这种疯批美人的极致破碎感，让人又爱又恨。以上这些剧集，每一部都是一把锋利的刀，精准地插在观众的心巴上，让人在泪水中感受那份破碎的美。他们或许不是 happy ending， 却用极致的悲剧留下了最深刻的意难平。不知道这几部虐心大作中，哪一部是你的心头最痛，让你至今无法释怀呢？任嘉伦所具备的魅力，在于他能让观众深信，优秀的演员无需借助热搜来刷出自身的存在感，其塑造的角色自会为他发声。倘若下次再有人询问为何总是对任嘉伦塑造的角色痴迷不已，那就果断亮出这张诊断书。此病症称作国超综合征，临床表征是见到一个角色就喜爱一个，喜爱一个角色就为之动容哭泣，而且目前尚无疫苗能够应对。